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谜团长久悬挂在人心中，成为了时间的低语。欢迎来到一文集，今天我们将带您穿越时空的迷雾，探索那些曾经困扰世界多年的未解悬案。从默默无闻的受害者到臭名昭著的罪犯，从隐秘的线索到关键的证据，这些案件的解决不仅仅是对正义的伸张，更是对人类坚持不懈追求真相的见证。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悬案的神秘面纱，探索真相背后的故事。这就是一文集的世界上10大已破解的世纪悬案。第10名，尼基·维斯塔潘案件。在1998年8月9日的一个平静夜晚，11岁的尼基·维斯塔潘 （Nicky Verstappen） 在参加荷兰林堡省布林瑟姆的夏令营时神秘失踪。隔天，他的遗体在营区附近的森林里被发现。这起案件震惊了整个荷兰。尼基的死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调查。警方在他身上采集到疑似凶手的 DNA， 但长期以来未能找到匹配的嫌疑人，使得案件成为荷兰历史上最大的犯罪谜团之一。在案件的法律追诉期即将结束之际，荷兰警方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他们呼吁林堡省的男性居民提供 DNA 样本以协助调查。这场荷兰史上最大的 DNA 调查最终找到了关键线索。虽然15000多人提供的 DNA 样本中没有直接找到凶手，但警方发现了与尼基身上的 DNA 部分相符的证据。这些线索最终指向了55岁的野外生存专家乔斯·布列赫 （Jos Brack）。他在事发当时曾在附近出现，但之前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列为嫌疑人。而之前，乔斯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据，并称出国度假后随即不见踪影。最后警方设法取得乔斯的 DNA， 经比对后发现逃脱20年的神秘凶手就是他。在警方公布乔斯的身份信息不久后，他在西班牙被人识别，并于8月26日被当地警方逮捕。随后他被引渡回荷兰接受审判。最终乔斯被法官判犯下过失杀人罪，判处16年的徒刑。尼基维斯塔潘案件的破解展现了警方不懈的努力和现代科技在犯罪侦查中的重要作用。这起案件不仅为受害者及其家人带来了正义，也在法律和社会层面引发了深远的影响。第9名，乔奈尔·马修斯案件。1984年12月20日晚间，12岁的少女乔奈尔·马修斯 （Jonelle Matthews） 在科罗拉多州格里利的家中神秘失踪。这起案件长达35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犯罪谜团之一。在2019年，乔奈尔的骨骸在威尔德郡 （Weld County） 的一处建地被工人发现，打破了长达数十年的沉默。此发现重新点燃了对该案件的调查。不久，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宣布逮捕69岁的嫌疑人史蒂芬·潘基 （Steve Penty）， 并以绑架和谋杀等罪行起诉。据悉，史蒂芬曾在 Jonelle 失踪的当年居住在案发地点附近，并在事件中表现出异常的关注和行为。起诉书指出，史蒂芬曾观察过乔奈尔就读学校的学童回家，他还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为乔奈尔案关注者。尽管目前尚未掌握史蒂芬犯案的 DNA 证据，但他的前妻透露，史蒂芬曾异常地关注与乔奈尔失踪相关的新闻报道。尽管史蒂芬的律师表示，由于长时间未起诉可能意味着缺乏确凿证据，但是陪审团一致裁断罪名成立，最后法官判他无期徒刑。乔奈尔·马修斯案件的进展不仅展示了科技在现代刑侦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对于未解决悬案的持续追求和正义的重要性。第8名，雷神 River 上的女士。1975年5月3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之间的 Nation River 河上，一名农民发现了一具面朝下漂浮的女性尸体。这起案件长达近半个世纪，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犯罪谜团之一。受害者是被勒死的，她的尸体被毛巾、碎布和其他布片包裹，手脚都被领带绑着。在接下来的48年里，她的身份和死因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特别是 DNA 分析技术的进步，安大略省警方 OP 于2020年通过与 DNA 豆项目合作，开发了 DNA 图谱，并上传到基因谱系数据库，最终破解了这起长期悬案。受害者被确认为美国田纳西州人兰福德 Jewel Parchman Langford， 被害时48岁。他的遗体已经返乡，家人们也把墓地的碑文从失踪
但未被遗忘改成了终于回家，并得安息。现年81岁的嫌疑人尼克尔斯 Ronnie Nichols 被控谋杀。他是案发时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英语社区知名橄榄球运动员，在那里认识了兰福德。加拿大已向美国提出引渡他的要求。这起悬案的破解不仅展示了科技在现代刑侦中的重要作用，也为受害者及其家人带来了长久的安宁。这个案件的解决是对持续追求正义和真相的有力证明。第7名，泰德·康纳德银行劫案。1969年7月11日，一个普通的夏日周五，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银行职员泰德·康纳德 （Ted Conrad） 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这起劫案很快成为了美国犯罪史上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谜团。康纳德利用职务之便，在银行即将关门时，巧妙地将21.5万美元装入他的包中。这笔巨款相当于今天的超过169万美金。行动过后，他就像平常一样离开了银行，留下了一个引起全国范围内搜索的巨大谜团。康纳德的失踪引发了警方和 FBI 的广泛搜寻，尽管发现了一些线索，但他似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踪的痕迹。随着调查的深入，这起劫案逐渐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无论调查人员如何努力，泰德·康纳德的真实身份和他的最终命运，长期以来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泰德·康纳德的故事不仅因其独特的犯罪手法而引发了轰动，也因为他的神秘失踪和隐姓埋名的人生，成为了真实犯罪故事中的一段传奇。直到数十年后，这个谜团才在他临终前由他的女儿揭开。逃离克利夫兰后，康纳德改名为托马斯·兰德尔 （Thomas Randall），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他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偷来的钱过着隐姓埋名的新生活。在新身份下，康纳德在马萨诸塞州定居，建立了家庭，过着平凡人的生活。他在一家豪华车经销店找到了工作，逐渐融入了当地社区。直到晚年，患上肺癌的康纳德最终向家人坦白了他的过去。这一秘密的揭露，终于使这起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得以解开。康纳德的女儿阿什利 （Ashley Randall） 在他去世后向公众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这一消息引起了警方的关注，他们通过比对各种证据，最终确认了康纳德就是当年那位大胆的银行劫匪。泰德·康纳德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身份、选择和后果的深刻叙述，他的一生成为了真实犯罪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案例。第6名，疯狂布拉班特杀手案件。在1982年至1985年间，比利时布拉班特省发生了一系列恐怖的连续杀人案，造成2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些案件长期未破，成为比利时最臭名昭著的犯罪之谜。这群被称为疯狂布拉班特杀手的枪手，使用推拉式枪械类似霰弹枪攻击在超市购物的民众。他们的行为残忍且难以捉摸，长期躲过警方的追击。近日，一起悬案露出破案的曙光。一名前警官在2015年临终前留下自白信，自称是疯狂布拉班特杀手中的关键人物。检察长瑟纳表示，他们非常严肃看待这个讯息，并对案件取得重大进展表示乐观。调查人员已就这些新事证展开工作，并期待能查明当年的杀手。这群带伪装与脸部彩绘的凶手，在1985年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他们的行径一直被蒙上，即右翼分子策划和官方掩盖的阴谋论。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为解决这个长达几十年的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也可能为受害者家属提供一些安慰。疯狂布拉班特杀手案件不仅是比利时犯罪史上的一个重大案件，也是对冷战时期社会动荡和刑侦挑战的一个深刻反应。这个案件的解决将是对持续追求正义和真相的重要证明，同时也是法律和社会层面的重大进展。第5名，黄道12宫杀手。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美国旧金山湾区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恐惧的连环杀人案，造成至少37人死亡。这些案件的幕后黑手被称为黄道12宫杀手。这位神秘的杀手以随机选择受害者并进行残忍的谋杀而闻名。他的作案手法多样，包括枪击和刺杀，在偏僻地点犯下罪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似乎没有特定的选择受害者模式，使案件难以解决。黄道12宫杀手不仅以残忍的犯罪手段著称，还因为他向媒体发送包含加密信息的信件而闻名。这些信件中的复杂密码至今仍有许多未被破解，
成为密码学爱好者的研究对象。在长达50多年的调查过程中，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但一直无法定案。直到最近 ，The Case Breakers 调查团队提出新的嫌疑人——退伍空军加里·弗朗西斯·波斯特 （Gary Francis Post）。调查团队基于波斯特的时间线、案发期间的伤口，以及他可能因结婚而停止杀人的推测来确定他为主要嫌疑人。调查还发现，他的照片与生还者描述的杀手相符，特别是额头上的疤痕。而且，信件中使用的异位构词法密码与波斯特的全名匹配，增强了他作为黄道12宫杀手的可能性。尽管这个案件仍有争议，但这些最新的发现为解开这个长期悬案提供了重要线索，让我们离揭开历史谜团又近了一步。第4名，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在1986年到1991年间，韩国华城市发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这些案件以其残忍性和连续性震惊了整个韩国，成为了国内最臭名昭著的未解之谜。在这段时期内，共有10名女性遭到残忍的强奸和谋杀。这些罪行由于作案手法的相似性而被认为是同一人所为。案件的连续性和残酷性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恐慌和对警方的质疑。尽管警方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审讯了成千上万的嫌疑人，案件却长期悬而未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连环杀人案成为了韩国刑侦史上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2000年代末，随着 DNA 分析技术的进步，警方在重新审视旧案件时取得了关键进展。2019年，警方宣布通过 DNA 证据确认李春载为主要嫌疑人。当时，他已因另一起案件在监狱服刑。李春载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案件的法律时效已过，他未能因华城连环杀人案受到进一步起诉。尽管如此，这一发现为长期困扰韩国的这些悬案画上了句号。华城连环杀人案的破解不仅展示了科技在现代刑侦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公众对正义和真相的持续追求。这一案件还启发了多部影视作品，例如著名的韩国电影《杀人回忆》，将这段历史的恐惧和悬疑呈现给了更广泛的观众。这个案件的解决标志着韩国刑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成为了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第3名，白银市连环杀人案。从1988年5月到2002年2月，在中国甘肃省白银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凶手高成勇共杀害了11名女性。这些案件由于其残忍性和连续性，使得白银市及周边地区笼罩在恐慌之中。高成勇专门选择年轻女性作为袭击目标，采用尾随、盯梢或长期观察的方式潜入受害者家中进行强奸和残忍杀害。案件的残忍手法和受害者的伤害程度令人震惊。尽管凶手留下了指纹、足印、DNA 等线索，甚至有目击者描述的模拟画像，但案件却久久未能侦破。白银市民因此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女性不敢独自外出，因为有传闻凶手偏爱红色衣服，那段时间红色服装成为了女性的禁忌。这起案件在2001年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被称为建国后10大悬案之一。经过长达数年的调查，直到科技特别是 DNA 技术的进步，警方才有了重大突破。2016年，警方在对一系列嫌疑人进行 DNA 采集后，终于将凶手高成勇抓获。面对确凿的证据，高成勇承认了自己的罪行。2017年，高成勇被法院判处死刑，终年54岁。这起长达14年的恐怖连环杀人案件终于得到了解决，结束了一个时代的噩梦。白银连环杀人案不仅体现了法律和正义的力量，也展示了科技在现代刑侦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案件的成功解决，成为了中国刑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长期恐慌的终结。第2名，美国长岛连环杀人案。美国纽约长岛，2010年，一起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浮出水面。警方在吉尔戈海滩 Gilgo Beach 意外发现多具遗体，揭开了一系列未解之谜。在长岛的海滩及附近地区，警方共发现了11具人类遗体，其中包括9名女性、1名男性和1名幼儿。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年轻的性工作者，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高度关注。长达10多年的调查过程中，这起案件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2013年，
记者科尔克出版了《迷失的女孩：美国未解之谜 （Lost Girls: An Unsolved American Mystery）》。之后，在2020年 ，Netflix 根据该书改编拍成电影英式《Lost Girls》，又一失踪的女孩长岛连续杀人事件，这进一步提升了这起案件的知名度。在寻找失踪的24岁女子吉尔伯特的过程中，警方意外发现了这些遗体。这些发现让调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23年，这起案件终于迎来了重大突破。警方起诉了59岁的建筑师霍伊尔曼 （Rex Heuermann），指控他涉嫌杀害案中的多名女性。通过 DNA 证据，警方确认了霍伊尔曼与案件的直接关联。根据检察官提供的证据，霍伊尔曼与受害者的交流方式、作案手段和 DNA 匹配，构成了对他的指控。尽管霍伊尔曼否认了所有指控，但这一案件的突破为长期困扰警方和公众的悬案带来了希望。美国长岛连环杀人案的最新进展，不仅是对司法正义的一种追求，也是对那些无辜失去生命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种慰藉。这个案件的最终解决将会揭示更多隐藏在暗处的真相。第1名，美国金州杀手案件。美国金州杀手是一名连环杀手、强奸犯和强盗。他从1974年到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犯下至少12起谋杀案、50多起强奸案和100多起盗窃案。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男子，名叫约瑟夫·詹姆斯·迪安杰洛 （Joseph James D'Angelo）。他在2018年被逮捕，并于2020年被判处终身监禁。金州杀手的犯罪行为始于1974年。当时他在加州中部城市维塞利亚，被称为维塞利亚劫掠者 （Visalia Ransacker）， 在萨克拉门托县被称为东区强暴魔，然后在南加州被称为暗夜尾行者，并开始犯下谋杀案。他的犯罪行为散布在整个加州，并在不同地区获得各种绰号。之后，警察才确认犯人是同一个人。金州杀手的犯罪手法包括闯入民宅、性侵、强盗和谋杀。他的犯罪行为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他的犯罪行为持续了12年，直到1986年，他的最后一次犯罪行为是在加州的一个小镇上，他在那里强奸和谋杀了一名18岁的女孩。金州杀手的真实身份直到2018年才被揭露。当时，警方使用基因学技术来追踪他的家族，最终找到了他。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退休的警察，名叫约瑟夫·詹姆斯·迪安杰洛。他在2018年被逮捕，并于2020年被判处终身监禁。金州杀手案的解决不仅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平静，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帮助执法部门解决长期未破的案件，并为那些长期饱受折磨的灵魂带来了一丝安宁。感谢你与一文集一起回顾这些震撼人心的世纪悬案。每个案件都是一段历史，每段历史都有其深远的意义。这些案件的解决不仅是对过去的一个交代，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启示。在今天这个资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有了更多的工具去追寻真相。这些悬案的破解不仅是科技成就的体现，也是人类不懈追求正义的证明。在结束今天的节目前，我们诚挚邀请您分享您的看法和感受。您对哪些悬案最感兴趣？还有哪些谜团是您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探索的？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我们下次再会，继续揭开世界的另一面。这里是一文集，带您走进知识的深渊，一起探索真相。